嗨，我是刘雨辰，今天是25年9月5日。我现在呢是在去公司训练的路上，心情也是特别好的。我觉得在刚刚过去的2个月里，自己的收获也是很多很多。比如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心仪的初中，还有一个就是朗诵比赛呢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最重要的当然是回归公司训练和学习，又可以和小伙伴们共同进步了。总体来说还是很幸福的。我觉得在训练期间的心情应该就是有一点紧张和兴奋吧。我会继续努力加油的。就这样吧，拜拜。请通行。Hello， 大家好，我是刘雨辰。第一个应该就是阳光，第二个应该说是相处起来不会有难度，然后就是说谁都玩得来。第三个词语比较幽默，然后我觉得我能带动大家的气氛。比如说用一种动物来形容你自己呢？狼狗吧，我觉得，因为狗狗天生就是比较活泼，比较向阳而生的感觉。狼狗的话，里面带点狼的气息。平时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特别帅的。上次不是已经考核结束了吗？新的一轮考核也会来，因为每个月你们都有一次考核。你对下一次的考核有什么期待，或者是愿意去为他做的事情？这一次考核的总结，我觉得在尽我最大努力去做了，但我觉得如果对于下次考核来说，我觉得我气息之声方面应该还要加强一点。我觉得我可以仔细去想一想这首歌的故事背景，以及这首歌的歌手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去演唱这首歌。我觉得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并且带入自己的感情去演唱这首考核的曲目。舞蹈方面来说，我觉得就是要尽量赶上其他小伙伴的步伐，自己再多去把基本功给打扎实一点，给自己未来铺路铺得更宽一些。那你在整个舞代这个团队里面，你想担当的一个角色是什么样子？能算得上是一个大哥哥吧，平时能带领他们。毕竟我的年龄在重庆这边应该能算得到最大的，平时能带领他们去完成很多事情，并且他们平时都能很跟我玩得来。这是你在训练上面的吗？那你在生活上面的？有空就约他们出来玩。平时一旦训练周期结束之后，一般告别的时候，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有空出来玩啊。你在公司训练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累的时候？有，上周星期天的时候，我们有一节体能课，是全程高强度，就是全程都在练核心。第二天早上起来核心就特别酸痛。星期天那天舞蹈呢又是打铁，就是那种非常高爆发的舞蹈，就是全程爆发。接下来有一节软开课，那天课结束之后，就是整个人都可以说是可以瘫在地上，特别累，就是感觉回家躺到床上一分钟就能睡着的那种感觉。现在去公司马上想干的事情是？一般我到公司先去洗手间洗手，上个厕所，然后再洗手，看一下其他小伙伴有没有到，然后哪些小伙伴到了就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就会跟着他们一起去玩一会儿，练习一会儿舞蹈还有声乐技巧。老师们好，师兄好。你之前是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对吧？对。那你这次除了
想去体验一下，还有什么想做的东西吗？就做一些小的手工，这种小的礼物可以送给我妈妈。那你妈妈知道这件事情吗？知道。好的。你们月考刚刚结束，你对这一次的表现怎么样的感觉？还有很大进步空间，未来是无限可期，还可以做得更好。对比上一次的话，可能我这次在舞台上的表现更自然，就没有那么紧张，更习惯这种感觉了。舞蹈方面的话，身体的这些开发还要做得更好，还有律动。声乐方面，因为我现在正在变声，变声期之后要变声过程中要一直稳住这种声音的感觉。那你觉得你在舞代整个团体里面你是什么担当？应该算个哥哥吧。平时有些他们很多问题都会来问我，然后还有一些遇到不会的事情都会来找我帮忙。对。那你现在觉得你在整个团队里是什么样的担当？生活上啊，技能上等等。相当于是个摆渡的东西吧，就是很多事情都会来问我，找我帮忙。你平时和他们的相处模式是一种什么样的相处模式？平时呢，他们一些需要纠正的地方，我都会用开玩笑的方式去给他们说，就是有些做得不好的地方。那你会在比如说你放假的时候，经常和他们一起出来玩吗？会一起约着出来玩。那你们一起出来玩的时候，一般是去干什么呢？一般约着打乒乓球，或者是去一些好的一些自然生态景点，看风景这些。你不看导航可以找到路吗？大概就在这个地方。等一下到了路口再看一下导航。我们先了解一下重庆的历史。这是三国时期的地图，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重庆在历史上的第一个命名是什么名字啊？八郡。真正改名叫重庆是在南宋。南宋的第3位皇帝宋光宗赵敦，他在没有做皇帝之前是先封的王叫恭王。八郡是当时他的封地，当时叫恭王府。他过来到任不到1个月，老皇帝宋孝宗生了一场大病，卧床不起，无法上朝，就决定将皇位传给他。于是把他召回到京城，让他马上登基做皇帝，先封王后称帝，2件好事情碰在一起。你做了皇帝以后，你的封地是要升级的，以前是郡，后面就升为府，就改名叫重庆府，沿用到现在。所以重庆得名为双重喜庆的意思，这个重庆名字就来了。火锅是我们很多重庆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火锅的历史。其实火锅在古代是属于穷人吃的东西。火锅是谁发明的？就是这个拉船的船工纤夫，他们在工作的时候看到很多下水沟的河道里面，觉得很可惜，因为他们属于当时的社会底层，1年都不一定吃上1次肉的，对不对？所以你记住了火锅最早的雏形叫水八块，它是白汤白水煮出来的，这是火锅的第一个名字。火锅就代表了当时的穷苦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希望生活蒸蒸日上，红红火火，于是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火锅，这就是火锅的由来。文化。以前古代4面环山川渝是属于盆地，所以古代我前面讲了没有公路，古代的水道就是最大的一个最快的便捷的通道，所以在古代称为官道。是叫太医吗？你们先做哪个嘛？先做太医吗？太医的话就找你们先做小的嘛，还是做大的？做小的嘛。做小的。你们选一个题材。这上面有这有打好的板子的，你可以选完了，然后找这个教你。可以逛一圈，你看一下。流程讲一下。先给你喷一点水，因为你自己喷的话可能会喷多。然后把这个红字给它放进去，居中。放上去。对，居中。我不知道你们这边以前家里面会不会在门口放一个我们以前家里面会放的。就反正就是类似这种这个放进去。正宅的嘛，斜的嘛，就会在大门口放一个
这样垂直的去敲它。还要做的话，就像他们这样敲，先把那个雏形图案敲出来。这样，这个边，在这个金沙漠旁边，然后中间去取它的颜料，不要这样取，也别这样，因为你这样取下来，你没抹均匀的话容易糊。然后尽量就是别把这个金沙漠弄到外面去了，弄到外面去可能有点麻烦。然后抹均匀。对，抹均匀。然后垂直的拍打上去，然后颜色别弄出去。等一下，一楼有烘干机哈，烘干以后然后给你裱相框。哦，还可以裱相框。走。我们这个是20含了相框的，就跟你说的，这里为什么我们这里是属于办公的。这个是大气驱逐。这个渊源是从漆树上采得的天然物料然后经过了生食，就是你说的话是吧？对。啊，抓你为什么？它不和谐。不想带。有咖啡色，还有绿色。就这个颜色吧，就这个颜色，对。好了。好，谢谢。大旗珠。来，收好。好，谢谢。来，慢走。对这2个作品你自己满意吗？挺满意的，今天体验了一下非遗传统文化。那今天收获到什么东西了吗？舞龙仙女山、天书三桥、地凤120，应该更加保护和多了解这些传统文化，然后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下去。对。那你现在接下来准备去做什么呢？回家把资料和证件先拿上去，办那个港澳通行证。老师刚刚打电话通知的。办那个港澳通行证就
预示着要和大家一起见面。对对对。你给你今天的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做一个总结吧。只是体验了一下，但我确实没有耐心，真的做不了，就是花的时间会比较长。就做了2个，一个印章，还有一个拓印嘛，还有一个是大漆珠。都是自己做的。那你觉得今天的一天体验是怎么样的？很充实，觉得很有意义。那你今天一天的一个行程就已经结束了。好。我起床了，起床了。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孙老师？你该起床了。我要去刷牙。我现在要去练会儿琴。
呀，还有个东西没拿。Go go go！ 给我妈妈买生日礼物前必须得带我自己的零花钱。OK， 走吧，我们出发。口罩戴。你等下午餐在公司吃，还是在家里吃了再出发？应该是在买东西的地方吃了之后再去公司。哦，等一下就不回家了，对吧？对，就直接去公司。一会儿我们要去来福士。我发现你家里有特别多的那种拼图和乐高，那种是你在拼还是？我和我弟弟都在拼，然后有一部分是我拼的，有一部分是我弟弟拼的。我们两个都特别喜欢乐高。这个年纪的男生一般都喜欢乐高嘛，所以我们家里就买了比较多的，然后就放在书架上面。没事的话拿出来玩一玩，但是现在基本上玩的时间也少了，只是把它给放在那里而已。那今天除了给妈妈买礼物，那还有没有其他庆生的一些方式呢？比如说一起吃个饭之类的。可能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先从公司先不回家，然后觉得可以哪里找一个花卉市场吧，觉得可以给妈妈买束花。来福士给她买礼物的这件事她可能知道，但是我觉得可以给她制造一个惊喜吧，去花卉市场给她买一束花。今天晚上是3月15号，我妈妈生日，然后呢也是315晚会的日子。然后每年我妈妈生日都会，我们一家人都会在一起去看这个315晚会，但可能今年可能我们一家人还凑不齐，因为我爸爸去长沙出差了，所以呢今年就只有我妈我弟3个人在一起看这个315晚会。但是呢我觉得我今年我妈妈生日给她买了这个礼物的话，她肯定还是非常高兴，觉得比较幸福的。我的裤子，哇，这裤子已经全都湿了。为什么想给妈妈买这个礼物呢？这件事还要从今年的1月份说起，因为呢，我们今年1月份的话也来了一次来福士，当时应该是过来给我买鞋子。当时在经过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店的时候，我妈妈就可能停留了比较久的一点的时间，就有10多分钟。看她在这个店里面东挑挑西选选，然后就感觉特别喜欢这个店里面的东西一样。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买，可能是因为价格比较贵吧。我今天就打算回到这个店去给我妈妈选一个生日礼物。我想我选的不管是哪一款的话，她肯定都会喜欢的，因为是我给她选的这个礼物。我看嘉陵江中庭线，我们先往下面走吧。找到了，两个对比一下。这两个哪个可爱一点？还是这个？哪一个？那我觉得要不就这一只吧，稍微可能简单一点。服务员。
要一个薄荷排骨，然后一个怪卤饭，一个薄荷排骨和咖喱饭，然后还要一个西葫芦炒鸡蛋，3个。希望不要等太久，不然一会儿回公司来不及了。你觉得你妈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觉得我妈妈的话，算得上是一个对我非常非常温柔的一个人了。就是平时呢，一般只要是她认为对的事情，她一般都会让我去做。然后她就是，我想做什么事情，只要是原则上是对的，然后原则上是好的，然后她一般都会让我去尝试。然后呢，她在我成长路上，她也会给我特别多的帮助。平时我遇到困难，学习上面或者是公司里面，她都会来鼓励我。有她在身边，我就特别幸福。那你觉得你家庭是一个怎么样环境的一个家庭呢？我刚刚说完我妈妈，现在说说我爸爸吧。我爸爸就是特别幽默的一个人。我们家平时呢，一般开心的时候都是他给我们带来的。平时就特别喜欢讲笑话啊这些的。我弟弟呢就是特别可爱，平时呢也跟我聊得到一块，虽然我们只差4岁，平时话题也是特别多。所以呢，总体上面来讲，我们家4个人的话，就是一个特别温暖、特别幸福的家庭。平时有什么爱好没有？一有时间，我一般就会出去骑自行车。我是非常喜欢骑自行车的。家里面把作业做完，我就会看会儿书。有时间的话，还会去专门的图书馆去看书。然后就比如在观音桥的新华书店这个地方，稍微大一点的图书馆，然后我就会去里面看我自己喜欢的书，一般就是，在那里一看就是一下午。夏天的话，因为可能有些时候太热了，一般就是在6点多的时候就起来去骑，因为大家都知道重庆夏天特别热，我也是非常热爱游泳的。那平时一般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书呢？喜欢看小说，动物小说啊，科幻小说，还有科学杂志这一类的。就比如那个《狼王梦》，大家应该都听过吧？《狼王梦》这个书就是讲了主狼公，然后就是从当上妈妈开始，一直到她要完成让儿子成为狼王的梦想，最后也是给自己未完成的狼王梦给他的儿子报仇了，因为他的儿子是本来就正在培养成狼王的路上，然后结果被一只老鹰给杀死了。然后呢，他后来在年老的时候呢，就遇到了这只老鹰，与这只老鹰一起摔下了山崖，算是帮他的儿子报仇了。整个写的特别动人，特别生动，然后能触及人心。因为我觉得沈石溪老爷爷他的这个笔锋呢，我是比较喜欢的，并且他写的一些动物小说的题材，然后都是特别符合我的胃口，特别喜欢去阅读。好，谢谢。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样是那种是这样吗？因为力气的感觉，一边我自己脚往后退，明白吗？不然握手选鱼皮。Is it already Monday? Cause I'm tired of the Monday. Cause you just couldn't take my hand. Take me to the 这怎么还能怎么样？别动！老师不要别动！重新给你把这个压松一点。What if we change the polygon? Don't know where to go, but we'll just pack up. 轻点，又轻点压，动。拿起来给我一个喂我，对，这样去，我俩亲手，
苦茶籽，然后再加葡萄糖。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加不加？我这把你吃伤了，就是。这个味道，无敌嘞！回甘。怎么样？回苦是吧？有点回甘。回甘口不是回甘，是回苦。赶紧吃下口。用什么水泡啊？电热泡。我就这个淡偏。咖啡露。7月号。哎，于志庄，等会儿要不打那个打经典？我们四个回车。拜拜。再见。拜拜。好吃，我在吃饭呢。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我刚满100天的时候，我小时候也是非常胖啊，长得比较拽实。然后这里的话是我在学校戏剧社团，我初一上册的时候演了一个话剧，然后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剧照。这个呢也是我比较小的时候。很可爱吧？然后上面的话就是我应该是刚上幼儿园不久，然后也是特别帅。这个是我弟弟，然后这个是我，对。好，现在就是你要画出你在舞台上的样子。画的比较草啊。这个整体下来就是一个新年音乐会，我们那个囚鸟的舞台。我在那个舞台上面的话，在我的舞台里面是最出彩的一个。这一排的话就是音响，然后这下面的话就是很多那种人头嘛，应该算得上是就是表述下面很多人，然后这块就是整个大框架。然后这里就是我们唱囚鸟的5个小伙伴，然后这上面有个摄像机，这里有个摄像机。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奖杯舞台，然后5个小伙伴里面，现在这个我画的正在唱的就是我，
一开始新一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我新一年音乐会登上的第一个节目，就是《好运来》。好运来的话，因为我觉得大家所有人都在一起，包括我们的小伙伴，其实并不是那么紧张，并且大家也是一起合唱，一起跳同一支舞。囚鸟这个舞台上面的话，我觉得特别紧张，因为台上5个人，然后台下这么多人，并且我有独唱的部分。所以呢，我就特别紧张，但是呢，下来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发挥还是稳定。囚鸟这个舞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给我带来了宝贵的经验。那你自己眼中合格的偶像是什么样子的呀？我觉得是受大部分人爱戴的，并不能做到完全完美，然后有人喜欢你就会有人讨厌你。我觉得是受大家爱戴，三观这些人品这些全部都是非常正的。那你自己想带给粉丝什么样的能量呢？我觉得给他们一些开心的能量场，还有正能量吧，多去宣扬一些积极向上的一些东西。如果只给5年后的自己只写一句话的话，你想写什么？就你需要写到你的那个纸上。写好了。感谢你过去所做的一切，无论现在的结果是什么，都要享受过程，未来可期，加油！你这个霜是不是太大一桶了？已经用了挺多了。OK， 上床睡觉。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大家这次不是以 TF 家族5代练习生的身份参加了新音吗？对，就参加了荣耀。那你参加之前和参加之后，对荣耀这个词有没有不一样的一个理解？因为我还没有上过这么大的舞台，没有经历过，然后可能就觉得很多方面荣耀是每个人之间是属于个人的。但是呢，我觉得这次新音过后，看到大家都这么齐心协力完成很多事情，然后呢给观众们带来特别好的效果啊这些的，然后我就觉得可能荣耀更多的不是个人，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人齐心协力一起完成的一件事情。那你觉得自己作为最小的一代师弟参加家族演唱会，是沾了荣耀的光，还是为荣耀做出了贡献？能算得上一点点，但我觉得大部分应该算得上是做贡献吧。毕竟我们也是属于练习生的一部分，毕竟我们也有几个属于我们5代自己的舞台，然后呢，也是为新年音乐会出了一份力。你在成为 TF 家族练习生之前，有没有了解过练习生这个身份？之前因为在被选中当练习生之前，一般都是一直在小学里面，被选上的时候是在6年级。选上之前只听有同学在追星，但我具体也不太了解，知道有练习生这种身份，但是没有过多的去了解。那有没有了解过外界对这个身份的评价呢？我们现在初中班里同学吧，我们初中班里同学对我的评价的话，那么就是与其他人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很多时候不会把我们当成普通的一个同学来看，会把我们自己的这个练习生这个身份给带入进来。那你刚成为练习生的时候，你对这个身份的定义是什么呢？刚成为练习生那个时候了解的也不太多，觉得可能长得颜值稍微高一点点被选上去，结果后来了解了之后才知道，这个真的是万里挑一，非常幸运能够来到时代峰峻，加入 TF 家族5代。你希望粉丝怎么来定义 TF 家族5代练习生？
目前这段时间的话来说，阳光、开朗、可爱、勇敢，然后敢于尝试吧，就是这5点。你是怎么进入 TF 家族的？就觉得很神奇哈。6年级上册吗？还是6年级下册的时候，突然就有一天正常在上英语课，大家都还算比较安静的，老师就喊我们所有同学站起来，然后进来了2个不认识的老师，不知道是干什么来干什么，就喊所有男生全都站起来了，然后就全部都看了一遍之后，有其中一位老师走到了我面前，这么上下打量了我几眼之后，然后就把我带出教室，然后喊我填写的基本信息。之前我遇到这种情况，全部都是播音主持这些招人的，然后我自己也参与过播音主持的一些项目和比赛。我就回到教室之后，我就继续正常上课。结果下课之后，应该是有几个女同学围过来就跟我说：“刘雨辰，你被选上当练习生了。”我还比较懵，当时我还并不太了解练习生这个身份，然后呢也不知道时代峰峻这个公司一些深入的一些的东西，然后所以呢当时就是比较懵，当时大多数都是在比较懵的一个状态，还不知道目前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你在正式成为 TF 家族5代练习生之后，有带给你哪些变化呢？之前的话，我妈妈一直在不断的鼓励我说自己是天下最帅的，在被选上之前，在哪里都觉得自己是最帅的。后来呢，加入了 TF 家族5代练习生之后，我感觉到哪里走路更拉风了，我就尽量不带入这个身份去生活啊这些的，就是在平常日常生活里面，把自己给当成一个正常人去融入其他人的一些环境里面。那你校园生活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变化呢？平时一起正常打打闹闹，基本上是所有人都玩得来，但是呢，可能在当上了练习生，上了初中之后，我就言行举止这些全部都又拘谨了一些，降低别人对自己的注意力，然后就是尽量让别人把我当成一个正常的学生。这是校园生活嘛？那你其他的生活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呢？多了几个聊天的知心朋友，就在公司里面。平时外出，一般不管是长途旅行，或者是我出门去楼下扔个垃圾这些的，我一般都会直接随身揣一个口罩在身上，无论何时何地，为了防范某些人的跟拍啊这些的。接下来需要去做什么事情？准备睡觉了吧？也不早了。好，拜拜。